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野球特报。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底特律老虎队效力的怪力男李浩宇目前在大联盟这段时间的表现。虽然目前数据看起来稍微有些挣扎，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从更深层的角度去解读他的现状，以及他在大联盟的竞争力？确实，截至目前为止，他在58个打席中，打击率只有2成04%，上垒率2成59%，长打率3成33%。如果只看这些数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他还没准备好，毕竟他的 WRC Plus 只有63，这代表他的进攻产能比大联盟平均水准低了37%。但我们要知道，这只是一个非常小的样本数。在棒球这项运动中，短期的结果往往会被运气或是适应不良给掩盖。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他在 Statcast 系统下的击球品质。他的平均击球出速达到了90.1英里，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艳的数字。这确实很有意思。90.1英里的平均击球出速，其实已经超越了对象许多站稳先发位置的野手，像是大家熟悉的 Javier Baez 或是 Parker Meadows， 他们的数据都还没这么出色。这是不是代表李浩宇在击球的力量释放上，其实已经完全达到大联盟等级了呢？我看数据显示，他的强击球比例 hard hit percent 达到了 38.2%， 更惊人的是，被视为重炮击标的枪管比例 barrel percent 竟然高达 14.7%。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他能确实打中球心，他所制造出来的破坏力，甚至是全联盟顶尖的？如果能稳定维持这个比例，单季25轰以上似乎不是梦想。你抓到重点了，那 14.7% 的 barrel percent 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这证明李浩宇拥有极佳的纯粹长打力量，也就是球探报告中提到的 raw power。加上他的甜蜜点比例 sweet spot percent 高达 38.2%， 这说明他对击球仰角的控制很有手感。但问题来了，既然击球品质这么好，为什么成绩反映不出来？答案就藏在他的三振率和挥空率。他目前的挥空率 whiff percent 高达 34.7%， 三振率也来到 30.9%。简单来说，他现在面临的最大课题不是球打不远，而是球棒碰不到球。这跟他目前的挥棒机制调整有很大的关系。说到挥棒机制，他在小联盟 2A 时期非常成功，那时候他有很强烈的拉打倾向，拉打率甚至超过 44%。可是球探也有提到，他那时候有一种叫做水桶步 bucket strike 的跨步姿势，这虽然让他有爆发力，却也让他的外角区域变成一个大黑洞。到了2025年升上 3A 后，他似乎为了保护外角，刻意调整了挥棒轨迹，想增加反向攻击的比例，结果拉打率降到 36%。这种调整虽然让他不再那么怕外角，却也破坏了他原本最擅长的节奏，导致他在好球带内的挥空率反而提高了。没错，这种过度修正确实让他在大联盟层级显得有些犹豫。大联盟的投手拥有全球最顶尖的情搜能力，他们很快就发现李浩宇在调整期的不稳定，频繁地用变化球来破坏他的节奏。尤其是面对右投手的时候，他的表现落差非常明显。他在面对左投时简直是个恐怖的杀手，生涯对左投的 OPS 经常能维持在9成以上。他对左投的速球轨迹辨识得非常好，森茂那支全垒打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一遇到右投手的 sweeper 或 slider， 他就像是陷入了迷雾。另外，我想先请大家猜猜看，李浩宇目前的传球臂力在大联盟三垒手中排在多少百分位？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大家可以先想一下。在公布答案之前，我想邀请还没订阅的朋友订阅我们的频道，记得要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最新上片通知哦。如果想支持我们产出更多深入的分析，也超级欢迎加入频道会员。还有，跟大家分享，史蒂芬频道商店正式上线咯！现在就点开底下资讯栏的商品，或是影片结束后来商店逛逛，里面有我们精选的职人好物。带走喜欢的商品，就是给频道最实质的鼓励哦。好，刚刚的问题，李浩宇目前的传球臂力在大联盟三垒手中排在多少百分位？答案可能会让大家有点担心。根据 Statcast 数据，李浩宇的传球臂力均速只有 79.9 英里，在大联盟三垒手中大约只落在第26个百分位。这就是为什么他在防守端会被认为是双面刃。
他在二垒的守备其实很自然，横向移动和转传都很有水准。但当教练团把他移到三垒这个热角时，传球臂力的缺点就被放大了。因为臂力不足，他在三垒深远处接到球后，往往需要更大的垫步动作来弥补，这会直接影响传球的精准度。目前他的守备数据 OAA 是-3，整体守备贡献是负值。这对一个想争取稳定上场时间的年轻球员来说，是个必须要正视的警讯。防守确实是他在工具人竞争中的一个隐忧，但他在跑垒端似乎有不错的潜力。虽然他体型看起来矮壮的，但他的冲刺速度 （sprint speed） 竟然达到了每秒27.9英尺，这在联盟中排在第68个百登位，算是相当不错的。他在3A 曾经单季跑出22次盗垒成功，可是我看他在大联盟目前为止的盗垒成功数还是挂0，而且跑垒得分价值也是-1。这是不是因为他的上垒率太低，导致根本没有机会发动速度战？还是大联盟投捕的看管能力让他感到压力，所以在起步判断上变得比较保守？两个因素都有。首先，2.55的上垒率确实限制了他的跑垒发挥。其次，大联盟的比赛节奏比小联盟快太多了。不过，我们不能忽视他的速度潜力。如果他能把打击机制调整回来，提升上垒率，这份脚程会是他竞争工具人位置时的一大战略武器。接着，我们要聊到最残酷的部分，就是底特律老虎队内野的竞争壁垒。目前的阵容对李浩宇来说，就像是几道无法轻易跨越的高墙。首先是 Gleyber Torres， 球队今年砸了2202万美元签下他。虽然他现在因为腹斜肌受伤在伤兵名单，但只要他健康，先发二垒的位置绝对是他的，毕竟他有多次全明星的资历。除了 Gleyber Torres 这种资深老将，还有一群恐怖的年轻大物，像是24岁的左打 Colt Keith， 他是老虎队悉心培育的农场重炮，今年打击率逼近30%，超 WRC Plus 也维持在97的水准。重点是，老虎队对他的期待非常高，他几乎锁定了指定打击或二垒的出场优先权。再看看三垒和游击，还有一位21岁的特权球星 Cade Bonigo， 球队今年4月刚跟他签下8年1.5亿美元的超级延长合约。McGonigal 的表现简直是 MVP 等级，超 WRC Plus 高达137。有这几尊大佛在，李浩宇想拿常态先发，难度真的不是一般的高。确实，核心阵容已经固定，这也注定了李浩宇目前的定位是名单后段的替补活棋。不过，好消息是，因为 Javier Baez 和 Gleyber Torres 的相继受伤，老虎队现在极度缺乏右打战力，这就是李浩宇的机会窗口。在替补工具人的竞争中，他的对手包括 Zach McKinstry。这位31岁的老将今年打得非常挣扎 ，WRC Plus 只有34，几乎是打击端彻底失踪的状态。还有 Jace Jung， 虽然他是2022年的首轮大物，但他在大联盟初体验也遭遇了严重的适应不良，已经被下放回3A 磨练了。相较之下，李浩宇的长打天花板和面对左投的优势，让他目前在顺位上稍微领先。除了这几位，我们也看到5月份老虎队拉上了在3A 打得跟神一样的 Gage Workman， 还有签回了防守型老将 Zach Shirt。Gage Workman 在3A 的 OPS 超过 1.0， 而且上大联盟后手感也维持得不错。如果 Workman 能持续这种表现，李浩宇在三垒的替补时间可能会被压缩。至于 Zach Short 则是纯粹的防守组，打击率目前是完美的0。所以李浩宇现在的位置很有趣，教练团在需要防守稳定时可能会选 Zach Short， 但在需要关键一棒或是面对左投手代打时，李浩宇绝对是首选。这种竞争关系其实非常激烈，简直是生存肉搏战。听完分析，我们可以感觉到李浩宇在大联盟的处境是短期不可替代，长期充满变数。他确实拥有全联盟顶尖的击球爆发力，虽然目前的传统数据不尽理想，但数据底层隐藏的潜力是巨大的。他在这段伤兵潮期间获得的实战机会，就像是一场高难度的入学考试。如果他能成功降低挥空率，无论最后留在老虎队还是被交易，他的未来都是光明的。毕竟，在现代棒球中，能把球打得又快又远的年轻内野手，永远是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没错，球是不会骗人的。当你的击球出速频繁突破90英里，当你的 barrel percent 能排在联盟前段，这代表你的身体素质已经完全过关。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适应与机制上的微调。对于一个刚满23岁的年轻球员来说，现在经历的挫折都是成长的养分。我们今天全方位地解构了李浩宇目前的处境，希望李浩宇能早日找回他引以为傲的拉打手感，在底特律打出属于他的风采。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李浩宇最后会留在老虎队吗？还是会成为补强的关键筹码呢？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记得按赞分享给更多棒球迷。我们下次见，拜拜。我们下次见。